其实你跟法律也很有缘分。你如果要守下来这件事，就是你要投资那种很贵的东西，很高级。你这一生哦，这个爱情的运都跟就是你的钱哦脱离不了关系，脱离不了关系。当然来欢迎我们的简少年。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久不见，请假做顾本。跟大家讲一下，之前我都找简老师来我的那个小房间去帮我看一下，然后那时候老师就点出我一些房间的风水的状况。那阵我想讲我看了比较好哎，你连我的面相跟心理状态都可以俩。因为那个生发是看起来压力超大，是吗？快崩溃了这个人。就是到了这个风水之后，我发现哇，完美符合。这一次比上次会有信心一点。这个。对，因为上次在算你的时候，我想讲100万 YouTuber 都加善加吗？100万 YouTuber 够叫你还乐，结果还乐啥？我还跟我的那个经纪人说，这是真的吗？这个命盘有对吗？我原本想说只是你自我要求很高，后来没想到不是自我要求，是被迫要求。被迫要求。我今天嘛有准备一寡问题要来问老师，惭愧啦。感情啦，健康啦，大概就是环绕这个人生的几大课题。是。自从上次给老师算这个风水以后，我就对这个风水产生一个浓厚的兴趣。然后我也去上网去爬文，听讲最近那这简少年老师冒出这个线上课程哦。对，我们最近就是做了一个紫微斗数课，因为我已经教10年了嘛。10年前跟10年后其实有很多变化。我们原来的课程就是5个小时，现在就是把它加到了30个小时，把它细节化而且现代化。例如说以前人讨论的我这个什么时候结婚啊，那现在不一样啦，现在有是我要不要谈恋爱啊，还是我跟他生小孩不要谈恋爱啊，还是我跟他生小孩不要结婚啊，就选项变得很多元。这里面就又牵扯到现代人很在意自我的探讨。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啊，你到底一出生你其实是冰箱还是微波炉？你微波炉一直要给人家冰东西，就你冰箱一直要给人家加热，那你搞错了，那你就很辛苦啊。我们就告诉你说怎么做会比较舒服，或者说你找到你适合自己的那条路，那你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对，少被人家骗啊。对啊，你现在不要较早出的啦，你较早出的我就我北边那条路可能也较顺啊啦。很可惜哎呀，可惜。那我们现在是用紫微斗数，没错。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我的个性是安那？因为毕竟咱隔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对，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从紫微斗数命盘来看不会变化，这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命。是啊，对，但这个命非常好。我确定我大吉呢。大吉甲吉大好吧？大吉啦，大吉大利。很烦。这个命盘哦，就是贵人很多的一个命盘，不管是长辈、平辈都会很多帮忙。尤其是会有很多人给你机会，然后你的才华也很强，这个又很适合做网红，因为它很容易突然爆红。因为这个命呢，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追求桃花的命，它更多追求照顾大家，而且你是很执着跟固执的，你放不掉的哦。你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啊，硬来你是会一直跟他卷哦。其实你的内心是有一个天真的想法，就这事情遇到挑战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跟他拼下去了，所以你内心一直会想要有一个冲劲和突破，你也不会停下来。我觉得很值得期待，是你人生会越照顾越多人。这里面有讲一个事情哦，其实你跟医疗很有缘分，法律也很有缘分，就是你做这方面的事情会帮助到很多人。你看有多少人因为你知道请律师？有道理。好啦，上尖锐啦，问感情啦，未来感情第二春嘛，未来的感情的路会走得比较顺利吗？哇，这个问题哦，非常的有趣啦。你这一生哦，这个爱情的运都跟就是你的钱哦脱离不了关系。就是你赚的钱呢，看起来不管第几春，你都还是很容易花在另外一半身上。也是卖个有道理的，我一世人做单身狗就好啊。但我觉得很难啊，因为你这个运从2025年开始，第一个是你的桃花运就很猛，然后你的这个财会很容易被大家看到，就露白。你的桃花也会跟这个是名声等等牵扯在一起。你只要这个越出名越多桃花，就越容易一直被大家看着。低调。但是我多做这抖啊，所以就有点尴尬。你这个鼻子也很大，40几岁以后，你桃花能量是最猛的时候。40几岁。对，那时候你好多哦，然后很多人对你哇会投以这个狂热啊。对啊，现在只是有名帅，之后不一样，之后是大头哥，对不对？很不一样啊。这不是讲好听，我今天假啦。真的，你明年就应该会再感受到你的爱情跟你的这个名声全部都和钱都是纠葛在一起。这里看明年大概农历10月的时候啦，你2027年我觉得你还有点忍得住，2028年你会超级冲，你内心就会觉得哦，我真的哦。
全身都着火。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抑制我那个桃花运不要那么好？应该说，我觉得桃花运好不是问题，问题比较是桃花运都牵扯到你的钱跟你的名声。一般来说，我们建议你大部分约会跟恋爱都在海外是比较好。对，没记者的头翕就对了，可能有粉丝啊，有粉丝。你这一生钱都很容易跟你的另外一半有瓜葛，那换了一个也还是有瓜葛，所以我觉得你要守好钱。我们讲就是2035年后，40几岁，如果你找20几岁，他就会骗你钱，对，然后你会很痛苦，对，然后他还会闹出很多事情，导致你又有相思病，所以你也很困难。而且你那时候找的对象是很野，对，可能会踢卡打球。功夫女星，那什么样的对象适合我？你找比较成熟的，是他会比较顾虑到你的心情跟你的创意，他会包容你做很多事。你适合那种很得体的对象，很懂礼数的，能帮你顾好很多，就是跟人之间打交道事情的，就会很适合你。所以想想是什么女律师，帮你打官司。对，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有一个专属的律师。我现在了解到这个重要性了。对，女律师可能是很适合你的。关于我的这个工作运，因为我今嘛做这个自媒体嘛，走这条路会不会比较顺利？你现在的运大部分也都在海外。都在远方。跟你讲一个有趣的事，就我们不是去拍你房间吗？对，3年。后来我去年去了4、5趟马来西亚，然后那边的网红都认识你。是啊，对，都看过你的新闻那边的那个媒体也都报你的新闻这实际上来看，2027年跟2028年，你看起来也都有这种远方的运势，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一直做这种要出国啊、去远方啊这种内容或拍东西。但2027年还是有点辛苦，是因为你要一直移动，你会觉得有点奔波，然后你也觉得好像抓不到那个感觉。2027年的下半年，你就会觉得慢慢在变好，所以整体是在往上的。不用担心啦。今天可能我赚了一些钱，我想要去投资或者做一些长期规划，我钱比较能守下来。这里来看，你如果要守下来这件事，就是你要投资那种很贵的东西，很高级，那就是房子。不一定，有房地产那一种，但要豪宅，就是要高级的、大的、厉害的，或者是像奢侈品一样，你要投资画，因为他的命有一个贵气的运在里面。然后这个贵气的运，当他那时候赚大钱的时候，这个贵气的运是最能够帮他守住所有的钱。那我猜是因为东西一贵，他可能就不敢乱动，对，他可能就觉得这白下来就鬼，我自己家的，对，他会一直想照顾大家，所以他会一直很努力去赚钱。可能很贵的东西就不一定很容易给另外一半，所以就能守住，因为他那种很便宜的一直给，最后就没有了。那相对的，我要赚钱赚多，工作量变大，那健康的部分我有什么要注意的吗？你的四肢其实没有太好，四肢对，尤其是肩膀，我觉得不太好。你的应该是右肩膀没有长对，它会影响到你的胸腔，所以你心脏要很注意。这怎么知道？因为我右肩膀其实有一点天使翼，右边跟左边是有一点真的不太一样，也不太一样你那我没有跟你说右边你怎么知道？就命盘写就是右边的。所以对，所以很神奇然后你2027年会因为你很忙，你就会开始有点感觉到你这个心脏的状态是没有那么好对，要很注意啦。所以现在心脏可以怎么去保养？多休息。对，而且明年会发生是因为你说太多话了，心脏一长点喉咙啊，整个都不舒服。那我有个问题，我家人的健康，你妈妈是不是？妈妈在今年的时候会很容易有遗传的疾病跟血的病，你可能就要先去检查。然后她关节很容易出问题。在2026年，在今年，那尤其是农历6月，一路到年底都很注意。他这个关节状况，我觉得短时间不容易好。2027年会遇到不错的医生，但是这个慢性病也会比较久。但是找年纪大的男医生会把这个事情算解开来。但我鸡皮疙瘩，蛋姐。为啥？我不跟你讲我母的生辰八字，我不讲。不。然后我妈她是因为前阵子她脚关节是真的有开刀。接下来是你讲那个还有什么慢性病？对，她就是膀胱那边有一些问题。主要都跟下肢。对下肢，然后她现在也在找一个医生，因为那个医的有一点无解。他2027年有机会了，可是有可能我们现在要动一点小刀，所以不用太担心了。好，因为我真的担心我妈这个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灵状态呢？你觉得？就我讲，你今年的心理压力还是很大啦，因为钱啊、合作伙伴，然后各种事情，你会有一种心很大但帮手很少的感觉。就你想要突破，想要大展长才，所以你做了很多改变，可是你发现没有人能帮你，然后你又卡着这些事情、新闻的东西，你都觉得哇很卡，所以你就会觉得被压抑。
但这个到2027年的开始就会好转，尤其是下半年，你就会觉得你真的被放出来能做。这个原因应该是因为2027年你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管是政府或者说比较大的老板愿意支持你。政府跟老板。对，就是会有支持者出来帮你，所以让你可以不用再困在这些事情上，所以你心情也好了，因为你觉得我能够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在一路到2028年，你就更开心了，因为那时候女人实在太多了，桃花很旺了，然后你会觉得哇，这个钱也来得很快，你大概找到做的方法。你觉得我的这个面相有需要去整形吗？我觉得你这面相现在很好啊，没当哦。你的鼻子够大，然后鼻翼也饱满，颧骨也好。你唯一的问题就是眼睛太圆，眉骨太高，这代表说你个性太冲动。喵那个跌了，这个应该很难啊，但我觉得这个在性格上是好事啊，因为之前看过一个梁朝伟的访谈，就是我一看他面相，我想哇，他30岁好惨。可是我想梁朝伟从小红到大，他就后来访问说，他30岁的时候真的想要退出演艺圈，因为那时候太忙。可是他50几岁的时候得奖，他就说他很感谢当时的他，因为如果没有那段磨练，那我觉得你也是一样，就是你前面这个面向上面的磨练，其实对你后面大事业都是很好的。那你觉得未来我什么时候可以有机会买房子？因为我房子已经从10年，我小想买到尾啊，存一间小间的，然后基本股价就给出来，未买厝的，我好像做欢乐的。首先这里来看，买房子，我觉得2027年是有点机会哦，因为2027年你感觉是换了一个住处，而且是很突然的换了一个住处。农历3月份，你可能就换到一个蛮漂亮的房子，但也可能只是你出国玩住漂亮的房子。OK， 对，因为你才来得很大又很快的时间点是2028年，你会忽然来好大笔的钱。那但是这里看，我觉得你好像不是很舍得拿来买房子。对，因为这里看你感觉这个钱你又都花在投资在你想要做的事情上。是。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关键还是你的这个心有没有觉得我一定要有这个东西。但我觉得最晚来看，我认为2029应该是一定有机会。就是2035年一路往下。非常猛烈，而且你是多到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房子是多的，而且不是在一个地方，可能台湾有，然后可能日本也有，什么到处各地都有。总丁主批，对我也不知道。你要看 AI 这个趋势，跟这命理有什么延伸性的可能吗？很多人在讨论说 AI 出现，算命师到底会不会失业啊等等啊，对不？但我们有几个点哦，就是第一个，东方算命上啊，它是没有那么准，你直接把你的生辰八字给他，你会发现他会讨好你。有时候说着说着，就是你都分不出来到底是算的，对。但是呢，如果算命师这就不一样，今天学会，你看你自己就比较直接啊。对啊，这时间你就是怎么样，我这个决策就是怎么样。所以我建议大家用法是，算完之后你就觉得我又遇到什么样的男生，然后我能怎么样跟他交往，最后你去问 AI 哪一间餐厅可以符合这个条件，他就可以跟你讲嘛。AI 把它当成比较辅助的，没错。东西，比如说像我现在这种小白，他都没有接触过的人，那可以怎么做？这堂课设计就是零基础入门。我们就是一直去访谈啊、调查，就是说一个小白，他要透过学到能够像我们刚刚那样算，他到底要理解哪些？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课程从5个小时变30个小时，其实有很多环节是在帮助小白。然后这些细节化中间，如果你有一些听不懂，那你就可以在课后群里面问。你有群主。对，我有一句名言叫"没有问题是笨问题"，就是你会有问题是很正常的，因为学任何东西都一定会有问题。加上算命又是一个这么个人化的东西，一定有些东西不可能我完美的符合你。所以在群里面你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帮你解答，一步一步带着你从你真的什么都看不懂，可能连五行都没有概念，到你真的能算，像我们刚刚一样，算自己什么时候开心，什么时候发财，容易买房，其实都是在课程里面会做到的。其实紫微斗数是一个现代发展的技术，我们除了古书之外，能找到大概是1937年的书，再到1980年、87年左右的时候，台湾开始蓬勃发展。其实从1987年到现在，台湾的紫微斗数师做了很多努力，所以因此台湾在全世界的紫微斗数上是非常领先的。那我们就希望说，把这个智慧再给大家铺开，让本土的这个命理能力，让我们在网上就可以在全球发光，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我们很常跟大家讲说，就是要活在更好的未来。对，因为有些人他坚持不下去，是他觉得他没有问题。你如果真的会算紫微斗数，你一看就知道。你只要愿意，现在我们要沉潜，对，其实等到那时候你再发力，你就会整个上去。当然，今天我找简少年嘛，是因为我那时候失去你，然后你说好，来需来啊这样，其实我是当下很感动，所以今日来，我算给你报恩，感谢你迄阵来给我指点迷津。很重要的是，我觉得 Andy 很善良，你的故事是很感人。我们要相信一件事，善人到最后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因为命里面的好你今天一直作恶，很多时候也可能不会来。所
所以行善还是要有这个善缘跟善心，还是很重要。压力呢，听完这个简少年跟我分析，就是我对我的人生呢有更清楚的方向，就有一种就是比较在雾里我就可以拨清的感觉。你不能永远期待别人给你帮忙，给你诱传，不是大家人都有这个机会。今日当自己救自己的，就是自己。那如果观众呢，对这个课程有兴趣呢，点下方资讯栏跟留言处的网址，然后去购买。我们现在课程呢已经开卖了，开卖的时间点我们价格都是优于5折。就希望跟大家一样结个善缘。有兴趣的同学，我们还有折扣码，就是特别给 Andy 的粉丝。折扣码是 ANDY350，对，折350块嘛，对吧？最后呢，也祝福大家这个未来呢顺顺利利，赚大钱，财运亨通，一切顺利。那今天就谢谢这个简少年，感谢老师，谢谢今天的分享。好，那也谢谢观众的收看，安尼咱后回再见面哈，拜拜。